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首先来关心伊朗的情况，我们看到伊朗他宣布击落美军的加油机，各个这个不同的媒体也都做了同样的报道，包括它的型号叫做 KC-135，在伊拉克西部坠毁，机上人员正在搜救当中。那它是来自于波音的一架空中加油机哦。我们看到伊朗中央司令部他们有一个声明哦，他说这个机上有6个人全部死亡，而且呢是由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反抗军的这个组织去发射的导弹把美军的加油机给击落的。不过美国的说法又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他说这个事件的的确确发生在对伊朗空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可是坠机的地点不是位于友军控制的空域，失事的原因不是敌人火力或己方的火力所致这个讲得非常的奇特也很玄妙。如果不是敌军，也就是不是伊朗做的，也不是友军，不是以色列，不是这些阿拉伯国家做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自己掉下来的吗？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伊朗发起的真实承诺第44轮的军事行动，已经打击到美国的第5舰队的基地，包括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伊朗发射了大量的所谓的精准导引武器，以及超重型的导弹，还有精确的导弹，各种的无人机对以色列北部还有海法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第5舰队基地，以及其他美军基地都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所以在夜空中你可以看到导弹升起的这个画面。而另外呢，伊朗非常顽强的在做抵抗，的的确确他被美国和以色列联手轰炸的非常惨。可是他还在抵抗那川普现在进退两难了吗？我们看到他的最高领袖刚刚继位的穆杰塔巴，他发布了首份声明昨天全世界都看到了，说区内所有的美军基地应该关闭，否则将会受到袭击。他也呼吁他的邻国包括我们看到他说了，他会持续关闭这个关键的石油运输要道荷默兹海峡作为施压的工具。那这些邻国有美军基地的，你赶快关闭，否则我一定会攻击。所以你看到伊朗政府宣布像这样子的复仇行动那他的第1副总统阿雷夫也说，伊朗人民会展现强大的力量挫败敌人的阴谋，人民有效参与和维护民族团结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其实你可以看他的言语透露了他们这个国家现在变得非常团结，而且同仇敌忾已经超乎外界的想象。那川普是不是误判了呢？因为伊朗已经说了要让他感到后悔才肯罢休，所以这场战争到底谁才能够宣布停止呢？本来川普说由我说了算，川普说我来决定什么时候战争停止，可是现在看起来情况已经超乎他的想象了。骑虎难下的是川普吗？伊朗主战不想停火，川普想停也停不下来。包括你看到油价攀升，全世界都一样。国内基本盘反弹，它释出讯号要希望可以止损。可是伊朗的政权现在某种程度已经挺过考验了，尽管它集体被斩首，可是新的领导人上来了。如果他重新武装，甚至是制造核武的话，川普速战速决的想法现在看起来是失败了，骑虎难下所以已经变成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局面了。而另外，美军当然不是吃素的。他也在释放一些讯息，告诉大家他们是大胜利，像是他公开这个一个影片，这是炸毁伊朗的军机的影片。他们说他们已经有系统的摧毁了伊朗的空战能力。你看到各种的炸弹像雨点一般的落下。那的的确确伊朗这些空军的基地都被摧毁了伊朗的空军、海军基本上已经全灭了。可是我们看到美军的 B-1 轰炸机装载了钻地的炸弹，这个画面也曝光了他说这个是可以打击它的地下设施那相关的准备包括核设施包括底下有一些导弹的装备，他都要把它给摧毁。那未来会怎么走呢？来请教老师。首先这一架空中加油机坠毁是事实，但是原因各说各话不明。
美国它是轻描淡写啊，所谓的轻描淡写就是说，不是被我自己这边，也不是对对方所击毁啊，但是它怎么掉下来？他说还在调查中，这个就是等于是还要在一段时间才会公布。不过这款这个空中加油机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波音公司所制造出来的飞机啊，这个飞机被应用的层面很广，因为它很安全、很稳定。很可靠，很有效，而且它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了啊。那我们看到它有4具发动机，4具发动机你要让它4具同时停火，就是同时停机，这并不容易见啊，并不常见。所以这是一款成熟的战机，但是成熟的战机竟然会在相对安全的地方，也就是说不是在靠近伊朗的地方被击落，它是在伊拉克的境内被击落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空中加油机不会说往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去进行空中加油，它是会在于相对比较安全，而且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形下，它通常战斗机开始陆陆续续的，那么或是一些运输机陆陆续续的进来接受加油，然后让他们继续能够延伸性的作战。那现在的情况是，伊朗他们的反抗军认为说，他们宣布是说他们打下来的，他们是说他们打下来，而且飞机上有6个人全部死亡。那为什么是6个人呢？因为很多人会问说，应该是3个人，顶多4个人嘛，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机长还有就是副驾驶，还有一个就是加油员啊。那如果说假设他空中加油很繁忙，那很有可能再搭配一个空中加油员，那就是4个人。那如果说他今天在陌生的地方的话，或者是说对战地不是很熟悉的话，可能还有一位领航员啊，那这样就有5位左右，那怎么会是6位呢？所以当然这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跟揣测。不过您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点在哪里？就是说现在伊朗打的好像这个都是威力比较强大的这种中程的弹道导弹啊。因为伊朗的空军他们自己有宣布，他们说那是在前天宣布的啊。他们说从此以后，我们空军现在打的导弹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基本上来讲，弹头要高于1吨以上，那这个作战面积就很大的比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话，等于是加2倍啊，所以它的效能、它的炸药的范围就更大了。那它可以空爆，它也可以装集束炸弹，那它也可以对于地面的比较坚硬的，例如说像刚刚您提到的第5舰队的这种海军的军事设施进行比较大规模的这种毁伤啊，或者是对于一些基础设施比较大型的进行伤害。那这个目前看起来它的攻击的效能是越来越明确了。昨天晚上突然间这个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因为他从选上以后一直到这个露面也没有露面了，没有露面，到他发布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但是他里面谈到了几个细节。那因为他一直不露面，很多人就怀疑说他会不会已经重伤，对，有些人认为说他会不会死亡，那他们是不是选了一个已经死亡的人等等的，那各种揣测都有。那当然这种揣测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他逼出来，是让他露脸那但是伊朗他们认为说，目前来讲处于最高的安全保护之下，所以不让他露脸。但是他受伤的可能性很高，可是因为他里面有讲到了几个细节，第一个就是说他有到现场去看他父亲的遗容，也就是说当时在这个被轰炸以后，他的父亲的遗容，他有谈到这个细节。第二个他有谈到说他的父亲有一只手紧握，那这个紧握在伊朗尤其他们的穆斯林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会复仇握紧拳头就会复仇到底。所以他从这个的这样的一种描述里面来展现出就是他一定会复仇。这个不只是国仇，也有家恨在里面。很明显的，他提出几个要求了。第一个就是美国要无条件投降，因为伊朗的总统所提出来的3个要件，基本上就是要你美国无条件投降了。美国从来没有签订过这种赔偿，等于是认错嘛然后停火，然后承认这个对方的政权这样的一种。那美国如果同意的话，那等于是美国他就无条件投降了，这个摆得很明白。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谈到复仇的问题这个复仇，换言之，也就是说，这场仗是决定在伊朗的，已经不在美国人手中，不在川普的手中。
不过他有提到的一个就是要海湾国家选边站。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来说，他跟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的友谊是真诚的，但是他要他们选边站。如果他们不选边站，他对他们的攻击就不要怪我了。所以我觉得很明显的，他的战略已经非常的清晰了。是，来请教舰长。很多人在分这个有关于伊朗他的一个行政团队以及革命卫队哦，那但是实际上来讲，他们是一体的。那他们的攻击到底造成什么样的成果？那我们就看一下第5舰队的状况啊。第5舰队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2个大球，其实也就是对于波斯湾以及对于赫姆兹海峡的一个掌握的一个雷达。那其他小的圆圈圈，其他小的这一个白色的都是卫星天线啊。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几乎已经全毁了。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呢对照一下，也就是它的这前方有一栋大楼啊，也就是这个这圈圈这前方有一栋大楼，其实这栋大楼是它的一个住宿的地点，其实也被摧毁了。那不是只此而已啊。那我们再对照一下另外一个部分啊，也就是在这一个角，就是在各位观众右手边的这一个红框这边，其实原来是长成这样，现在已经被完全摧毁了。这是第5舰队的一个指挥部啊。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啊，这个伊朗它用了非常多的不同的攻击模式啊。那其实这些攻击模式都非常的有效。那这些所谓的非常有效，都就是已经打到要害了。那我们看到啊，穆杰塔巴他其实讲到说，这个有关于海湾国家的这一个美国驻军，通通都要离开。那如果我们看到伊朗的总统呢，他也提出了类似的一个说法，而且他讲到说，第一个，他有提出3个条件。第一个，要承认伊朗的一个正当权利。什么是他的正当权利？也就是有关于他的浓缩铀以及他发展弹道飞弹的这个权利。第二个，要支付赔偿金。这个支付赔偿金，刚刚赖老师已经讲过了，美国不可能。那第3个呢，也就是提供防止未来侵略的坚定国际保证。为什么有这件事？因为去年6月攻击一次，12日战争，现在又来一次，现在或许可以达到局部的停火，但是停火之后呢，那是不是未来等到美国的这个弹药的储量到已经满足了，再打一次呢？那其实对于伊朗来讲，其实他是无法承受的，所以他要有这个国际保证。可是谁能给他国际保证呢？因为真正带头的，也就是这个之前自诩为国际警察的这个美国嘛。那另外啊，刚刚讲到说有关于 B1 轰炸机的部分啊，他们可能已经进行过攻击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是最新的一个照片啊，那它在这一个是还没有覆土之前，也就还没有进行那个掩蔽之前，它是如果翻译过来，它就像是一个地下的堡垒一样。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它被准的打了3个洞啊。那这3个洞呢，其实一般的研判说，这个也就是3万磅的这一个所谓的碉堡克星打的。那这不是所有的轰炸机通通能带啊。那现在 B52也改成可以带 ，B1。那个轰炸机也可以带，那但是最主要的是 B2 轰炸机，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哪一种轰炸机攻击的，但是那个地方到底是在做什么的？那个地方其实是在做核武中间最重要，也就是我们之前有看到金正恩爆的一个闪光球，它如何能够引爆这个闪光球，是一个那个所谓的引爆器，它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做引爆器。它为什么要上面覆土，然后非常的隐蔽？也就是他们知道，如果美国攻击，那个一定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其实2024年就已经被攻击一次了。那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又是被攻击一次，那也就是美国
或者是以色列对这个地区它的一个发展有相当一个掌握。是美伊战争到现在打了已经2个礼拜了，到底谁占上风呢？美国猛力攻击，可是伊朗也是强力回击。老师，对，我想哈，这个从228走到现在，因为应该是最新的发展，还是不符合这个川普的预期啦，就是有点事与愿违。我相信当川普做下这个攻击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所希望看到应该是能够速战速决，美国很快能够脱离战场。但最重要的地方是在击杀斩首这个哈米尼为首的这伊朗的政军高层，还有宗教领袖之后，那接班的这个团队能够怎么讲？能够走到比较中庸一些，某种程度能够对美国能够比较屈服或是说能够接受美国的条件，但目前看起来这个迹象是越来越渺茫因为从目前的伊朗的民选总统革命卫队这个指挥官，还有包括这个国家安全最高委员会的这个执掌者以及包括这个最高领袖目前的这个新选出来的就是哈米尼的次子，没有任何人在言语上表示说退却或是臣服。那在没有几个小时之前川普在他的社群媒体美东时间13号凌晨，他发了一个他的一个发文从这发文里面可以看出他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脾气或是一些非常的愤怒啦。他讲了2个47第一个是他说他是身为第47任的美国总统，那从1979年到现在47年他说指控了这个伊朗的神权政治是无恶不作，所以呢他会尽一切可能性去斩除所谓的这个邪恶的政权。意思是他是在一种比较盛怒之下的情绪里面川普总统做这样的发言，代表什么代表走到现在可能后续的美国的一些攻击没有达到一些先前所期待的一个效果。但现在还有几个判断的指标第一个是我觉得目前伊朗的这个策略就是一个拖大家下水的策略，这策略一点都不稀奇，而且哈米尼生前还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他就已经下达这样的指令，因为从去年的经验，可能这个伊朗的这个政府感受到说，有可能美国一方面谈，另外一手就打进来了。所以当时他讲法是说，假设伊朗受到攻击，一定会报复。这报复不只是针对以色列，会针对美国。就算打不到美国的本土，目标就是周边的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美国的盟友、美国的伙伴，也包括一些民用的设施，也包括所谓的荷姆斯海峡。到目前为止其实伊朗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没有哈米尼状况之下，按照先前的一个指示的这个方针往下走。所以这变数就非常大。我觉得最后就比的是什么？比的是双方这个意志力啦，还比的是你手中还有多少的东西可以丢向对方这个是最后真正考验。当然还有一个经济的承受能力这个就是伊朗的策略，拖全世界下水，把压力再回到这个美国身上。没有错。不过包括这个伊朗以色列还有美国之外，还有一个国家的这一个组织黎巴嫩的真主党，他也猛烈的攻击。他攻击谁呢？他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当然也对他们发动很强烈的攻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淡海战术他向以色列完全齐发大概100枚的火箭弹，让这个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受到严峻的饱和攻击压力，所以拦截率只剩下50%你可以看到呢，铁穹很厉害，没有错。可是，在饱和攻击火箭弹齐发的状况之下，其实以色列也是很这个危急的包括你看到他夜袭这个真主党他夜袭以色列。传出了海军特种作战总部被摧毁不过这个消息没有被以色列的官方证实，所以现实的状况、实际的状况我们现在并不清楚。而这个伊朗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还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摧毁了70%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和指挥部。不过同样的，美军也不承认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看到双方交战非常的这个激烈那很多人都很惊讶，为什么伊朗可以撑这么久，而且不断的反击，而且还射得这么准，打击得这么准彭博社有一篇报道，他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自于普京他指导伊朗反击，所以中国大陆也被怀疑有加入他们的理由和证据是什么呢？包括他打这么准，是不是有卫星在支援伊朗的导弹突然变得很神准，情报接
转用中国的北斗导航。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是用中国的北斗系统，美国就几乎没有办法干预，因为美国的 GPS 它是由24颗卫星提供讯号，可是中国的北斗系统有45颗卫星，所以它可能定位更准所以外界是强烈怀疑中国可能有提供北斗来帮助伊朗回击。不过我们来看看在联合国，美国的代表就指责中国大陆说你试图透过阻碍委员会来保护伊朗，中国大陆有反击。我们来听听看。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引发伊核危机，也是美国置自身信誉于不顾，与以色列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进程中悍然对伊动武，导致外交努力付诸东流。所以其实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对于美国现在的作为并不认同，包括在欧洲的西班牙。大家知道西班牙不配合，所以川普说要对他制裁。现在他的副首相还痛批，他说你们这些欧盟的领导者你对川普太卑微了吧？大家太愚蠢了。对这个卑躬屈膝这个对川普总统。那伊朗的媒体还说，现在美国的防空飞弹严重的短缺，川普向多国盟友求援，可是呢，某种程度是被拒绝了那这也是来自于一些报道。可是呢，实际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不过确定一件事情是，川普他面对非常大的压力，包括这一位 YouTuber 这一位这个 Podcast。这个主持人叫 Rogan， 他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是支持川普的，可是现在他重炮攻击川普政府他认为这个川普是在背叛美国人，而且说这个美伊战争背后有藏镜人，他认为川普过去对选民的承诺，现在其实是背道而驰其实是违背了他的承诺。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境内，当然有一些人很害怕，因为美国是有枪支的人非常多现在可能有一些恐攻包括你看到美国大学犹太教会都传出了被枪击，所以 FBI 他们朝恐攻的方向来调查而且未来随着这战事的这个延续，有没有可能这样的暴力攻击事件会增加呢？我们看到呢，川普还讲了一件事，因为2026年的世界杯我们知道在这个北美举行嘛，他说伊朗你们还是不要来参加，为了保生命安全。因为如果有体育赛事的话，那可能也会变成恐攻的目标。来，请教老师。现在全世界又不是只有美国才有 GPS 这样的一个卫星导航系统，不是只有美国才有嘛？过去确实是只有美国才有，后来俄罗斯做了 GLONASS， 但是因为俄罗斯的 GLONASS 本身这个没有办法覆盖全地球，而且精准度并不高。所以它普遍的社会还有其他各国使用率不高，所以大部分只有俄国在使用。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 GPS， 它在当时打南斯拉夫的时候，那好多年前了它打南斯拉夫的时候，它把欧洲战场这个部分它把信号减弱，然后把这个塞尔维亚跟科索沃这个地方把整个讯号关掉，只留下美国人自己军队可以使用的军事用的这种高精准的这种卫星导航系统。所以就逼得欧洲人他们自己要去发展出自己的 GPS， 也就是伽利略计划。那当时他们也邀请中国大陆加入，所以他们刚开始筹募的资金是32亿欧元，中国大陆投资了2亿欧元。那时候大陆并不富有已经拿出一大堆钱来，2亿欧元。结果后来欧洲人对中国大陆也把它排除把它排挤。后来中国大陆退出伽利略计划。因为本来中国大陆是占1/16股份的，在欧洲是算大股但是问题就在于欧洲人对中国的不友善，大陆就觉得说你这个不让我参加，那不让我参加，又拿掉我那么多钱去，然后呢，到处给我做一堆壁垒，所以后来大陆就愤而退出这个伽利略计划，自己搞一个北斗，结果大陆的北斗比欧洲做的还快，还要好。目前来讲，北斗计划40几颗卫星，比美国的这个 GPS 还要强大，因为美国的 GPS 目前来讲，因为它的它的费用缺乏，所以它更换新的卫星的速度太慢，而大陆的目前更换新的卫星的速度很快，所以它的精准度比 GPS 高很多，不是高一点点，是高很多。更何况中国大陆的地形复杂，它必须要非常有高精准度，甚至要有斜角能够看得到的，因为
美国的 GPS 只能够垂直，所以我们在台湾靠的这个美国的 GPS 常常开车导航会导入一个很诡异的一个地方去。可是如果你使用这个大陆的北斗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它的斜角都能够看得到，所以它的本身的定位比较好。它本身有商业的定位系统，不用军规的。所以你美国去指控中国大陆说帮助这个伊朗，坦白说站不住脚。为什么？因为他给的是商规的，商规是用钱就可以买得到的。而且中国大陆为什么要配合你美国去把这个中东地区的 GPS 减弱？他没有这个义务啊。最重要的地方是你美国跟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派兵的决议。也就是说，你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的组织的规定，你也违反你的国内法，你一切的行为都是违法，而且你国内也反对，国外也反对的情形下，你悍然的以霸权的行为、霸道的行为，然后去对伊朗动手，那谁理你啊？所以当美国的代表在联合国要指责中国的时候，中国嘣一下子一打回去，坦白说，这个美国人被打的真的是很难看，因为他说：“哎，请问一下。”本来也是你美国要我们中国大陆帮忙，在奥巴马时代，我们好不容易签了伊朗的核协议，伊朗完全遵守核协议，而且这是有联合国的原能委员会背书的，完全遵守的伊朗竟然被惩罚，而你美国川普上来以后就撕毁这个核协议，然后你竟然还可以耀武扬威，然后欧洲人没有道德勇气向美国屈服，然后去跟着美国去违法的制裁伊朗，都是你们搞出来的嘛。你现在一方面跟人家谈判，伪装谈判2次打人家，你根本在国际间已经没诚信了。没有诚信的美国，你凭什么在联合国还大声的说话？这很难看也很难听所以我们看到在欧洲的国家，这个西班牙是骂得最凶西班牙就简直而且西班牙直接批评这个德国，是说你们一定有点像小哈巴狗，而且你德国的这种嘴脸有点纳粹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很多人谴责，现在连意大利的这个极右翼的法西斯的政党，也就是梅洛尼的政党，梅洛尼自己都出来说了，他实在是没办法接受美国的军人杀害100多位伊朗的小朋友，连一个极右翼的法西斯政党都已经看不下去了。坦白说，今天为什么这位 podcast 的网红他会出来骂川普？你当初选举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这些 MAGA，说你绝对不会对外用兵，你要振兴美国。结果你上来了以后，1年多你就对外2次用兵。对，是。而且川普不是很想要得诺贝尔和平奖吗？他说我最不喜欢战争，我都把战争结束。结果他重启这个战事啊！来，请教舰长。他其实之前有讲反正我没有得，所以我现在也不管了。那我们看到现在他讲说，美国防空飞弹不足到底不足到什么地步我们看一下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其实按照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个政治分析家讲美国其实抛弃了海湾国家以及这一些海空军基地，那所以呢，这一些无论是萨德也好或爱国者也好，其实通通都往以色列集中。那只有这样吗？他说像其他国球员是球员吗？不是球员是直接拿走。不相信问韩国，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讲其实我们在3月3号的时候，其实就从朝鲜日报上面看到这个新闻。他说去年的这个午夜之锤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移过去3套的爱国者过去了那结果呢，还有500多个人员。那其实他去年是这样，那但是今年呢？今年其实如果说按照李在明总统的讲法，他说我阻止了，可是我无法阻止，他们把萨德都拿走了。那那个美国的说法是说，我有留一些在弹库里面，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搬弹库的嘞？弹库的是堪用的还是不堪用的呢？那而且现在又有另外一个国家提出这个疑问了，哪一个国家？菲律宾。菲律宾他也有爱国者，那菲律宾其实呢，他也想问说，你们是不是搬完韩国的，也就要来搬菲律宾的
爱国者，现在也就是各种不够，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哦，在东亚某个小国上面也有非常多的爱国者，那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最近有没有爱国者开到那个无论是清泉岗机场啊，或者是松山机场啊，如果有的话，那就8、9不离10了。那至于说有关于这一个卫星的话啊，卫星定位啊，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北斗它这么样的一个精确？第一个，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数量的关系，而且北斗用的是最新的科技，然后北斗它还在这一个同步轨道，所谓的同步轨道，也就是跟着地球自转同步的这个轨道上面，还有另外3颗卫星。那这3颗卫星，也就是弥补了这一个比较低的轨道，那它的不足。另外，中国大陆还有非常多的有关于这个定位系统，也就是校正系统，那这个就变成了 DGPS， 还有 DGPS 也可以就是将这一个原来那个北斗系统的这一个误差降到最低。所以我们看到啊，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他特别讲了，他说这一个卫星导航以及服务呢，它其实从来不针对谁，也无意挑战谁，大家都可以用。不相信大家直接下载高德地图，或者是这一个百度地图，其实他们用的就是北斗啊，也定得了位，只是没有接警而已。因为我们连这个陆配都不让人家担任这国会议员，你觉得我们刚刚讲的那2个系统，就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它的接警车可以开到台湾来吗？一定不行。但是它的定位是比 GPS 还要准，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它会告诉你是第几道。这个就是新旧之别，以及科技先进以及落后之别。大家可以试试看。来，大中老师。对，那个我们知道说哈，这个从228之后，在联合国的场域里面，尤其是安理会啊，有很多的角力了，哈，包括中国大陆、俄罗斯、美国，啊，但是我的观察是说哈，即便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哈，在这个谴责美国啊发动军事攻击伊朗，它的立场很明确，但它的效果还是有限度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这还是关系到伊朗的这个刚讲的政策叫拖下水。当它被打击之后，它的报复对象就包括邻近的国家啊，包括油田设施等等。那今年3月份刚好是美国是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在3月11号的时候由巴林代表着阿拉伯合作理事会 GCC 在安理会提案，这提案内容是什么？其实谴责伊朗，谴责伊朗攻击其他地方的国家。那这个投票结果是耐人寻味的，因为13-2，13国支持，但是有2个国家是弃权哦，不是反对。哪2个国家弃权？就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是，所以这案子是通过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说，假设北京跟这个莫斯科，如果是认为说不应该谴责伊朗，他应该投的是反对票。反对票就再见了，这个案子是不会通过，因为谴责案是属于实质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指标，也代表说，伊朗的策略其实是双面刃。它一方面可以逼迫周边的国家把这个经济的成本升高逼迫美国要收手，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可能会让周边的国家你很苦恼。对，所以那个选边站策略，它不见得会把它推向所谓的伊朗，有可能是推向美国，也不一定。是。那但是呢，在3月12号，安理会又投票了。这次投票是什么？又是美国主导，它重启所谓的制裁伊朗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叫做1737委员会啦，基本上是2006年成立。这时候因为是要制裁伊朗，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明白的投的是反对票。但是因为它是属于程序性问题，所以没有办法阻挡。所以国际政治这个议题里面，我觉得是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怎么讲微妙的。就是中国大陆假设对于这个伊朗是非常怎么讲，非常要为他主持公道的话，那其实照理说，可能甚至会危及到3月底4月初的川习会。是，但是明显来看，以目前征兆来看是没有。所以我觉得大国之间它有它一些很复杂的自利的考量，是或者全局观
伊朗他们重视，但是还不到为了他牵涉到这个自我的最高的利益。我觉得我的观察是如此。是国家的利益是最高的这个指导原则。我们看到伊朗，它现在做了非常多的策略选择，包括老师刚刚讲的选边站策略，还有一个策略就是以小博大或者是不对称的战争。我们看到呢，伊朗说他已经袭击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他用无人机，用很低成本的一些袭击的策略，让林肯号航空母舰撤走了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呢，其实在很多的媒体都接连曝光。另外，美国超级航母福特号起火，有2名人员受伤。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起火？又为什么有人受伤呢？他们并没有说是被攻击只是这样子解释。他说，目前正在红海参与对伊朗军队行动的航母福特号发生火警，军方初步就确认有这件事，可是跟战斗行动无关。意思是说，对，有起火，可是不是别人攻击我们的，也不是跟这个战争战斗有任何的相关联，是属于舰内设备或者作业引发的意外，所以外界有很多的联想，是不是不敢承认被攻击呢？因为我们看到刚刚所谓的不对称战争，大家都知道，美国跟伊朗是不在同一个等级美国的这个战力当然高很多，所以伊朗只能使用其他的方式，包括类似越共的非对称战略。它削弱美国民众对于川普的支持包括在荷姆兹海峡的封锁各个方方面面的一个行为同时在经济上向华盛顿施压。如果美国通膨起来了，美国人怨声载道，可能就会对川普有一些压力出现。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12架无人机在沙乌地的领空出现了。卡达深夜遭到巡弋飞弹还有弹道飞弹的突袭，所以这是周围国家现在非常的苦恼，因为他们也被拖进这个战争里面了所以卡达证实遭到来自伊朗的巡弋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可是已经把它全数拦截了。所以选边站，周围的国家非常苦恼，所以时间拖久了，他们会在哪一边他们会选择哪一边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导播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他说我们袭击美国的邮轮成功你看到在海上这一艘邮轮它是悬挂了马绍尔群岛国旗的美国萨菲西亚号邮轮，因为这个据说是他无视于革命卫队的警告强行要这个通过这个海峡就被袭击了。你听到有船员有一些声音，有人在大声的嘶吼，不晓得是求救还是怎么样那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危险的这个画面出现，很多邮轮它就不敢动了，它就停在那里，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动弹不得。伊朗的外交部就说，你这个船只只要跟我伊朗的海军协调，你还是可以通过荷姆兹海峡。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是邮轮的船主，你敢吗？万一真的被击中了，那还得了所以你看到他们有这样子一个说法，说可以，你可以来跟我们做相关的协调。可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不敢动所以你看到荷姆兹海峡目前卡住1000艘商船伊朗布雷将是最糟糕的剧本。来自于泰报的一个报道是说因为现在伊朗可能会在这个水域做一个相关的水雷的布置如果是这样，那当然这个事情会变得更加的棘手。而另外，油价是后遗症，油价不断的飙，现在飙近$100。川普说不用怕呀，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如果油价上涨，我们会赚钱，而且大大的赚钱。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阻止邪恶帝国伊朗拥有核武避免他们摧毁中东，甚至整个世界。另外，现在开始有人在检讨川普的团队是不是有误判，因为他们是不是没有想过，或是低估了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以及他们的决心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拖久的话，全世界恐怕已经会失去耐性。包括我们看到美国暂时放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所以有人说俄罗斯大胜利，因为现在这个美国说你们可以去买那一些在海上滞留的石油还有相关的产品，因为大家知道俄油现在有很多的油轮在海上这样漂流，他说可以去买啊，如果你少油的你可以去买那美国的能源部也释出了1.72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各国其实都有战备储油，慢慢的释出来，可是能用多久呢？不过有一件事情看起来超瞎的，拜登释出了1.8亿桶的储油，可是没有人去补它
所以美国现在的库存已经创下了史上的最低点。来，请教老师，林肯号已经多次的被传出说遭到伊朗的攻击啊。那前一次里面是说距离伊朗大概380公里处左右被攻击了以后啊，所以它往后退到印度洋这个地方，距离伊朗大概1000公里左右。如果离那么远了，还又被打，然后还真的是被打中，然后不得不脱离战场回家去整修。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坦白说，这个对美国来说就不是一个小新闻了，这是一个大新闻，而且也是大事件。为什么？因为一个空中师啊，我们叫做一个连队啊，一个连队脱离战场，那还得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伊朗周边的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目前都在被打击的范围内。那被打击的范围的情形下，不管是在卡达、在巴林、在科威特，如果他的空军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在那边活动，所以只能撤到伊拉克，甚至撤到约旦，然后再透过空中补油的方式，还调了一架加油机，然后才能够进入伊朗这边来作战。这个对美国的战力来讲，会牵制力量是蛮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美国绝对不会是好消息。所以我觉得林肯号航母的这个新闻，我觉得是可以追的啊，这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福特舰就有点诡异了啊！我觉得福特舰发生了灵异事件啊，非常奇特的灵异事件，我们不得不怀疑是美国的水兵厌战、反战，然后故意破坏造成的，自己放火。如果就我在军队带兵带那么久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士兵或者军官、士官产生一种反战、厌恶战争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高了。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因为福特舰按照美国，坦白说，连我们自己，我想小舰长在海军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被困在一个航母啊，就是2个足球场大的一个地方，即使它好几层楼，是。可是你在这个地方困了8个月、9个月，你每天生活在海上，太太看不见，小孩看不见，小孩一直在长大，你不能陪他，然后呢，你就一直困在这个军舰上，你又是正当青年力壮的时代，20、30岁的当的年轻人被困在这个船上，然后从早到晚这边工作了8、9个月，然后本来在加勒比海已经累得要死了，本来说要准备休假了，接到任务说调到地中海去，现在要穿越，结果您知道他还在红海哎，这个太诡异了，怎么苏伊士运河走那么久嘞？因为当时离开了这个地中海，离开了本来是停泊在这个希腊，为什么停泊在希腊？因为90%的抽水马桶不能用。对。你不觉得这个就诡异了吗？这个之前就有新闻出来。我们怀疑了，我高度怀疑，因为这个是查无可查。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在我们的厕所那边装一个摄像头嘛。是。那我如果把我的这个内衣撕破，往我的里面塞，戳进去，你怀疑是人为的？90%哎，观众朋友，你相信有人设计到这么烂吗？好，洗衣房都会着火，你信吗？上次美国就发生过一个案例，他的船维修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水兵不愿意去服勤，是，那么就在维修的期间里面纵火把他们船烧了，是，那个就是小舰长应该是2000公斤舰，对不对？对，2000公斤舰整个烧毁了，不能够起，整个废铁一烧了。我个人高度怀疑，美国的水兵说不定他已经是厌战，不想打仗。所以赖老师这个观点也是极有可能的。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福特号真是命运多舛啊！它之前呢是污水系统故障了，那现在呢是洗衣房失火。那我跟大家报告，船上没有用明火的。那如果是洗衣房，它不可能用电，因为用电很耗电。它用的是蒸汽，蒸汽怎么失火嘞？那这就是问题了嘛？那就是刚刚赖老师讲的哦。那我们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新闻，就是福特号它的失火了，而且他特别强调啊，他这个不是因为战斗所造成的，他一定要这样切割，免得大家觉得是他被命中了。那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当初在派的时候，这个就是派福特号从加勒比海过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海军的作战部长他就是反对的。那他为什么反对呢？因为福特号已经服役7个月了，那7个月这么多天，而且福特号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也就是他准备要进屋了。那结果现在屋空在那边，然后呢，那个他的这些士兵其实又觉得我回不去了。那现在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大家也不觉得说，这一个美以伊的战争可以在短期间2个礼拜之内完成。我们看到下面这一个，也就是福特号，它现在它的服役时间不是最长的，最长的是2021年的那个杜鲁门号。那他现在不过呢，他有后来居上之势啊。那他也就是现在的官兵会觉得很苦恼，为什么？因为其实他已经进入战区了，那其实都是高强度的这一些作业，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心理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一个霍姆兹海峡的话，这个一开始3月2号是长这样，现在已经是3月13号了。那到今天下午4点钟我截的时候，还是长这样，也就是他们说船可以通过，其实根本就通不过啊。是啊，那你要抱着什么样的黄金白银来才通过？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所谓的水雷下水了。那我们看到都是这一些小艇在布放，而且这小艇在哪里？以前是放在露天的，但是呢，他们其实这个就是说地下掩体内也有。那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是什么？就是水雷。情势看起来越发的紧张了。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大钟老师。对，因为对川普来说很明显啊，这个陷入到持久战、消耗战，一定是很不利的。不管是对他自己，对他在美国的内部的民意，还有对全球都是如此。那很多人说包括弹药，包括军事上的这个消费了。那个美国媒体前几天有报道说目前是比较可靠的消息是，五角大厦曾经对美国国会山庄进行简报，就是开战的前6天，大概花了大概133亿美金。尤其是前面的100个小时平均每一天大概是8亿多美金到9亿，但这个钱还是事小。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假设荷姆兹海峡这个危机没有办法很快的处理的话，对美国自己的经济对全球经济、金融、能源都是重大冲击因为尼米兹如果是在开战之前平均每一天在1600万桶到2000万桶，是那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什么国家的船敢过了，不管是你商船、货柜，或是所谓的邮轮。这是真正最大麻烦的地方。即便是现在有些替代的方案，比如说走路上的油管经过这个阿伯联合大公国从阿曼湾出去，或是经过沙烏地阿拉伯从红海出去，但是能够替代的这个数量还是有限。这2个点加起来，大概能够每天多大概600-700万桶。意思是说，你的缺口还有将近1100万桶到1200万桶。所以短期之内有点是无解。那现在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对双方而言大概都没有下台阶了。川普讲的这个要对方无条件投降，那伊朗讲的说，我开出个知道美国不可能会接受的3个条件，那这下子就慢慢往下拖。那拖到最后，其实对全球